我们今天下午啊，也是个四尺整张，我们画个四尺整张的。今天的构图啊，我们是画一个什么？常用的平远构图，平远的 S 型构图。它的构图方式，看啊，它的景物，由右上向左、向右、向左这样的构图方式，它也是我们束缚常用的一种构图方式，常用的构图方式。这是一个这个江南水乡，江南水乡的一个小景。我们也是先勾个草稿，对吧？勾个小的稿，放成四尺整张。也是画的时候，我们先画之前把笔洗干净，是不是？把笔洗干净。每次我们都是说先讲什么构图，然后构图的方式，下面就是调什么？调墨的，对不对？调墨的这个顺序啊，清水，笔尖调重墨，先有近景的山石开始啊，先有近景的山石开始。今天这个构图啊，就是说，接近现代的一种构图。我们前2天画的就是偏向于传统，我们今天画个稍微的偏一点现代的构图。它也是啊，先把什么呀？先把我们的山石轮廓，山石轮廓勾出来。你看，勾山石轮廓的时候用笔什么呀？中锋，以中锋为主，是不是？中锋为主。然后画的时候，它线的变化靠什么？靠我们用笔的提摁。你看啊，靠我们用笔的提摁去产生线的不同变化，是不是？粗细呀，干湿。你看，也是先把它的外轮廓和它的内部结构我们勾出来。先勾出来，先把它的轮廓呀、它的结构勾出来，一层层的啊。画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画这个山石结构的时候，有前面的山石向后，这样一层一层的向后去勾，向后去勾。啊，先画什么？前面比较靠前的一个，对吧？一块山石，然后画后面的，对不对？一层一层的向后去推进啊，画出它的山石的前后层次。它的先后层次。勾完以后，对吧？山石勾完以后，点景的小树、小灌木，一层也是一层一层去处理啊，一层一层一块一块的这个景物这样去处理。先画出前面的山石，还有什么？前面小的灌木，一层一层的这样去画，一层层这样去画哈。这是我们常用的什么？夹叶树啊，夹叶树的勾法。小一点的夹叶树，你看勾出来。它这个山水来说啊，我们画江南水乡来说，它没有说像我们北方画那种比较高大的那种树形，是不是？它都小的那种树木，单勾啊。我们今天的树木也是啊，单勾出来，勾出它的树形，勾出它的树形，你看，简单勾出树形。然后我们昨天也讲过啊，画这个叶子的时候，什么侧锋？你看，笔侧过来，看侧过来，点出，点出它的这个
叶子的形状，用笔侧锋去点，哎，一组一组形成啊，形成个小组合，是不是？哎，一组一组的形成个小组合，哎，小组合再组成一个大的组合，哎，先有小组合，哎，再往中间组成大组合。看，注意它的什么？哎，注意它的叶子的浓淡变化。哎，叶子的浓淡变化。长出来。我们梳头的地方啊，梳头的地方，墨稍微的哎重一点，哎稍微的重一点，过来。它靠近前面的这个树叶的组合的时候，哎，让它，你看它的墨变化是不是？哎，让它形成一个强烈的浓墨淡墨的对比，哎，形成一个哎比较明显的啊重墨和淡墨的对比，这样把前后我们叶子的这空间前后透视关系，哎就能体现出来，哎就能体现出来。到后面你看啊。也是勾出，简单的勾出它的树形，不用单勾，不用双勾啊，都是用单勾的这种方法去处理。这个可以用什么？你看前面的就用那种侧锋去画，到现在这棵树呢变一下，用什么？用的小的圆点，你看，小圆点。水分点叶的时候啊，我们点叶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哎，稍微的让它水分多一点，哎，稍微的水分多一点，你看是不是？哎，让它水分稍微多一点，就是它和我们勾山石的用笔、用墨，是吧？有点区别。你看画山石的时候，我们控制水分呢，对吧？都是稍微的水分少一点。到了点叶的时候，哎，水分可以稍微多一点。哎，你看了啊，它这个外轮廓是不是它的墨稍微重一点？它和这个树交叉的时候，哎，交叉的时候，它的墨相对来说啊，比前面这个树的墨要淡，墨要淡。注意它的啊，哎，两棵树它的墨的这种关系，哎，浓淡关系。哎，这是左下角的山石，看啊，然后它 S 型构图是什么？你看，由左下角开始，然后这个景致就变到什么？右边，是不是？哎，它就变到右边。看左右，然后再左再右，它的这个我们这个构图啊 ，S 型构图。看山石过来，先勾出它的外轮廓，勾出外轮廓以后，里边结构，哎，勾个三面的结构。你看啊，前左右，哎，也是啊，皴的时候左右去皴，哎，左右去皴，把它的这个正面结构留出来，是不是？然后左右，对吧？左右它结构是暗部结构，这是中心的啊，这是一组，对吧？它一组山石先也是和我们画山峰一样啊，先找出中心的一个山石，以这个中心山石再向后变换它的山石结构。
你看一个中心，然后左边加一个结构，是不是？哎，右面向右面变化，哎，过来，你看，哎，以这个中心啊，向后，哎，变化它的山石结构，哎，变化它的山石结构，哎，过来，你看，我们不管就是说画的山石形状不同，哎，山石的形状不同，但是我们你看处理它的山石结构，是不是也是啊？还是一样的笔法，哎，一样的笔法。这个现在还是匹马寸啊，我们现在用的还是匹马寸，你看，对，现在用的还是这个匹马，哎，它是什么？以线为主的这种皴法，是不是？哎，它是以线为主的这个皴法，匹马皴，哎，这是长匹马、短匹马。你看，大家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皴的时候，你看啊，它的用笔和我们画这个平时用那个画这个传统接近传统这种构图的时候，它不同地方是什么？它的线条变化比较大，是不是？它线条变化比较大。我们画这个传统的时候，它用笔什么？中锋，哎，用中锋用的比较多。你看，我们画这个现在这个构图的时候，现代山水的构图的时候，看侧锋，哎，中侧锋用的比较多，是不是？哎，中侧锋用的比较多。哎，这是近景的啊。先由左下角开始，向右延伸，它的构图啊，向右延伸。它的画江南水乡的这个是不是？我们画江南，它的什么？哎，树相对来说稍微多一点，哎，稍微多一点。你看啊，但是它都是那种小的灌木，哎，小的灌木，很少有说特别大的这种树木。哎，可以画一些小的树干，是不是？哎，简单的勾出来，哎，简单勾出来。看画叶子的时候啊，和前面的用笔一样啊，侧锋。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用笔啊，和我们平时的画的这个树的树叶啊、点叶的用笔不同。你看啊，哎，侧锋过来，笔尖调重墨，是不是？哎，我们把笔洗干净以后啊，蘸清水，笔尖是调这个稍微重一点的墨，把笔侧过来，你看，哎，这样去画，这是一种现代的一种点叶的方法。哎，现在的一种点叶的方法，他画什么？画这种，哎，比较湿润的南方的，或者画雨后的这种，哎，景致的时候，哎，用这种点叶的方法用的比较多。你看啊，或点的时候，这个看水分，哎，比较足，哎，比较足，感觉它这叶子湿漉漉的啊，是不是？哎，水分比较足，湿漉漉的那种感觉。你看他画这个，我们画这个江南的啊，江南那种雨后这种景致，也是用什么？用这个墨，哎，也是用墨去体现的，就是没有上色之前，是不是？哎，用墨先把它这个湿润的感觉先画出来，哎，先画出来。你看，我们再画一组，哎，先画一组，你看啊，
是不是？你看它的叶子来说啊，给人感觉哎，水分特别大，哎，水分特别大，这是下过雨以后，哎，看后面的小树，哎，画了一组以后啊，我们再画一个淡一点的墨色。画的时候，你看注意它前后的关系，用什么呀？哎，用这个墨，哎，用浓淡墨去对比，形成前后的树的关系，哎，树的关系。后面哎小一点的，哎，用小一点的这个中号笔，你看点景的啊，我们画点景的，先画什么？先画前面的小台阶，哎，靠近水面的小台阶勾出来。中锋啊，我们勾这个点景的时候，不管是房屋，哎，还是小船儿，是不是？哎，中锋去勾，然后呢，墨稍淡，对不对？不要太浓啊，哎，不要太浓，哎，稍淡一点，哎，勾过来，是吧？哎，这是延伸到啊，到水面的这个小台阶，哎，勾完以后，擦出它的断面结构，对不对？一个是平面啊，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台阶的平面，是吧？上面那个平面，哎，这个皴了的地方就是我们就是台阶的这个横断面，是不是？横断面，哎，先画台阶，看我们就画这个南方的这种建筑的时候，哎，灰瓦白墙，你看啊，先画也是啊，先处理它的房顶的地方，哎，稍微的用墨干一点，不要太湿啊。哎，看，先把它的屋顶的地方，是不是？哎，先勾出来，先勾出来，然后再画侧面的山墙结构。你看，山墙结构下来，哎，过来，它到水面的时候，你看啊，靠近水面的时候下来，哎，画上一个栏杆，对吧？小栏杆画出来。画的时候，你看用笔都是中锋啊，都是中锋。然后呢，看墨是不是？哎，都是稍微的淡一点的墨。还有啊，注意不要太湿啊，这个墨不要太湿。哎，过来，下面就是啊，靠近水面的地方。哎，靠近水面的地方，这是两层的结构啊，两层的结构。哎，勾过来。画的时候，如果同学觉得啊，这个建筑定不准、画不准的话，可以用什么？用炭条打一下啊，打一下这个简单的结构，哎，就勾一下简单结构，然后我们再画什么？再画墨线，哎，再画墨线，哎，靠近水面的小的石条勾出来，哎，你看啊，房顶侧面结构，哎，上面的小窗户，你看啊，都是什么？上面是三角形，是不是？然后不等边四方形，下边小窗户都是长方形，哎，都是长方形，哎，简单的结构，你看勾出来，再画一层，
哎，这后面的啊，也是按前面的结构下来，哎，过来结构，哎，也是下边就是吧，靠近水面的地方，哎，画一些小的条石，是不是？哎，靠近水面的地方，哎，画一些小条石。它这也是啊，哎，两层的结构，哎，两层的结构，把窗户勾出来，哎，对吧？南方的这种建筑是吧，都是这个和我们北方不一样啊，都是拿个小砌个有瓦片上面，哎，我们先勾出啊，先勾出它的简单结构，哎，后边远处的，哎，稍勾一点，相对来说啊，到远处的时候比较简单，哎，比较简单，露出一个小房顶就行啊，小房顶就可以。哎，窗户的结构，你看是不是？哎，比较简单啊，也比较简单。点景的这个景物来说，是不是？注意它就是它的形状，哎，透视关系，基本上哎差不多就行啊，不要说画的就是说我们就画这个工笔一样，是不是？画的结构那么复杂。哎，这样完了以后啊，这个瓦片勾的时候，你看啊，哎，先勾什么？哎，先勾这个竖线。勾的时候，两边的结构线，你看啊，要平行，是不是？哎，和两边的结构线要平行，这样去勾，你看，哎，有一点的弧度就可以啊，哎，有一点的弧度就行。哎，过来，简单的勾一点瓦片啊。哎，后面也是，你看，和我们前面的啊，左右的两个结构线平行去勾。哎，过来，你看，简单勾出来。哎，勾一个瓦片儿，哎，简单的勾出点瓦片，哎，随意一点，不用说勾的太这个平均，是不是？哎，不要勾的太平均，哎，简单的，哎，随意的勾出来，哎，这是点景的啊，小房屋，哎，点景小房屋，然后就是什么，房屋的后面，你看啊，哎，画个小门儿，这个透过来的地方，你看，哎，画个小门儿，透过来。啊，点景的后面啊，这个建筑的后面是不是？哎，作为一个要有什么？要有一个树做个就是说做个陪衬啊，做个衬托。下边小石块啊，勾完以后，我们这个轻条石，哎，勾完以后可以用什么？干笔侧锋，稍擦一下，给稍擦一下，哎，稍擦一下，然后画后面的啊，你看后面的树丛简单一点，嗯。哎，侧锋去画，你看啊，哎，勾出树干，也是啊，先简单的勾出树干来，
勾出树干以后，哎，还是用我们这个点数这个笔侧锋，哎，这样去点，你看，哎，这样去点，把笔侧过来，和我们这个横点的不同的地方，看，它就是把这个笔锋散开一点，哎，散开一点去点，你看这样去点，让笔锋稍散开一点，稍散开一点。它点出来的啊，你看它点出来的叶子是不是？你看啊，它点出来的叶子和我们传统的点叶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变化，哎，浓淡墨的变化，还有叶子的变化，哎，比较丰富，是不是？你看，哎，常用是不是？哎，我们画现代画时候来说啊，现在的这个山水画来说，用这个散锋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比较多一点，就是它变化来说，哎，比我们单纯的中锋，哎，变化要丰富，哎，变化要丰富。我来，你看大墨是不是？建筑的后面，我们前面的树是吧？用墨稍微重一点，到这个建筑的后面，是不是？哎，这个画这个树的时候，哎，用墨要淡，因为它是远处的树木，哎，远处树木，用墨要淡一点，哎，形成它的前后这种，把这种前后的空间关系拉出来，对吧？把空间前后的空间关系我们表现出来。哎，看树后面，我们可以安排一个哎淡一点的这个树木，哎，你看也是啊。画这个时候，画现代的山水来说，用什么？用这个单钩的树用的比较多，哎，单钩的树比较多，哎，勾出它的树的大致形状，哎，树干的大致形状。你看大墨啊，还是用大墨，哎，调一点大墨，笔锋，还是用笔尖的地方，哎，调一点大墨。点的时候，你看啊，侧锋，我们可以把笔啊，在我们这个调墨盘里边，哎，稍拧一下，哎，稍拧一下，看，哎，拧一下以后，它散开了以后，看用的点出的叶子，你看，哎，哎，点出的叶子来说，是不是比较松散，也比较活？你点的时候也是什么？虽然是大墨，哎，大墨的它也有这个变化，是不是？它有变化。你看，点的这个树头的地方，墨稍微重一点，越向下，啊，越向下，墨色越淡。你看，越向下，墨色越淡。下来，是不是？你看它这个两棵树，对不对？哎，就是在墨上就能把它的前后这个距离能拉开。哎，靠的什么？就是靠墨的变化啊，靠的我们这个墨的浓淡干湿，哎，这种丰富的变化。虽然是我们是个平面的，对吧？只是平面，但是我们把这个距离、这空间感能体现出来，靠什么？靠我们这个墨的哎深浅变化、浓淡干湿，是不是？墨的是这个，我们常讲啊，墨分五彩，是不是？不用上颜色，用这个墨就把我们这个这个各种这个空间关系啊，它的层次啊，哎，
都能体现出来。所以开始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墨的变化。哎，怎么样去调墨？这是我们开始画的时候啊，关键的这个地方。不要说你画的时候，你看画山石也是一种墨色，是不是？树也是一种墨色，它没有这个墨的变化。这画一看什么板，是不是特别呆板、特别死板，它不灵活。那啊，然后这个点景的房屋完成以后，你看啊，然后我们就画什么？这个 S 型构图，我们常讲的 S 型构图啊，有左下角向右、向左再向右，它的构图方式是不是？哎，它这个蜿蜒崎岖的这种向远处的这种变化，不是说直的啊，不是说这一条线过去，它没有这个构图上没有变化，哎，它是有左右蜿蜒的崎岖变化，这是我们构图讲究的啊，尤其树幅要讲究这个。哎，我们今天是平原的构图，靠什么？它是靠水面，也是靠水面这样左右蜿蜒崎岖，把我们的景致去推远，哎，去推远。你看下面我们画这个中景的啊，你看左右，然后什么？再左再右，是这样的啊。右过来是左边的构图啊，左边构图就是小的山石。这小的山石，因为画南方来说，它没有那个高耸的大山，都是什么以丘陵为主，是不是？哎，小山峰、丘陵，然后坡岸，哎，比较平缓的这种山势为主。过来，你看啊，小的丘陵，也是先构什么？它的轮廓，它的外轮廓勾出来，嗯，哎，先勾出它的外轮廓。它我们画，你看啊，它有对比以后，它就体现什么是山石，哎，什么是小山坡，哎，什么是丘陵，用点景的船只、房屋来表现。你看现代画的就是什么？你看和前面的山石是不是一样？哎，但是我们加了点景的东西以后啊，就是加了小船呐、点景的这个点景的东西以后，哎，就能体现出不同的变化。哎，这是什么？哎，这是小土坡，对不对？坡岸过来，哎，坡岸过来。画的时候，对不对？你看我画的时候啊，不管是画远处这个丘陵，还是画前面的山石，哎，都是从前面一个层次，你看啊，前面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对不对？是这样一层层的向后去勾的啊。大家这样不要乱，这个前后关系勾的时候不要乱。你看啊，由前向后一层一层的去处理。近景的这个山石也是，是不是？前面那个山石完成以后，在后边一组组去向后推的啊。这关系大家要记住，怎样去处理？你看，我们也是勾这个小丘陵的时候，也是先画前面的这个结构，再画后面的，是不是？前面由深到浅，由近到远，哎，我们这样去勾。看过来，这就是远处的坡岸。哎，勾过来，勾完以后，你看，勾完以后，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是不是我们常讲，哎，村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你看啊，村的位置在结构线的后面去村，过来，你看这个结构，哎，村的结构线的后面，它是单独的一个山石组合，哎，村到结构线的后面。然后前后山石结构，它的前后关系是什么？
哎，存到它轮廓线的后面，哎，它轮廓线的后面，啊，哎，然后上面小土坡上面，你看啊，小的树丛，哎，小的树丛，点小树丛的时候，哎，也是啊，侧锋，我们常讲什么？哎，把笔侧过来，这样去点，看我们这幅构图里边啊，两种不同的树丛的笔法，是不是？哎，两种不同的点树的这种笔法，一个是什么散锋，是不是？散锋起点，一个是什么？你看啊，侧过来，把笔锋侧过来，这样去点，是不是？两组啊，两种不同的树丛的点叶的方法。哎，这是一种，是不是？哎，这是一种，这又是一种。还有一种，你看啊，到远处的时候，还有一种点这个树丛的方法，把我们笔侧过来，你看啊，也是淡墨，笔尖调淡墨，哎，笔锋侧过来，哎，向下，看，这是一种啊，哎，这是一种点树丛的方法。就是说，这种比较远的这种树丛，哎，比较远的树丛用这种笔法去点，哎，近一点的，是吧？表现比较明显的树丛，哎，这是一种方法。到远处以后，看，相对来说，这个树丛比较远，模糊，是不是？不是很清晰的这种树丛，哎，就用现在的这种笔法去点，侧锋，哎，淡墨侧锋。然后呢，它的墨色稍微干一点，哎，稍微干一点，就是远处啊，远处云雾中，哎，似显非显，朦朦胧胧的那种树丛，哎，用这种笔法去点，哎，用这种笔法去点，哎，看是吧？这样的构图是不是三种不同的点树丛的方法？哎，三种不同的点树丛的方法。说出每一节课里边啊，讲到的内容是不是？哎，很多，所以同学们哎，画的时候要注意啊，它不同的树丛的点的方法，哎，不同的点数的方法。哎，你看啊，左右左，然后到远山的时候，哎，到远山过来，先什么？哎，也是啊，我们常讲，先定这个山峰的中心的，哎，先定个中心位置。画远山的时候，是不是？哎，先定个中心位置，然后沿着中心位置，我们向后延伸它的山峰层次。哎，山脉的左右啊，是不是？这左右它这个蜿蜒的变化，哎，以这个为中心，这就是我们定的远山的中心位置。沿着中心位置，我们开始向后延伸，不同的变化。哎，过来，你看到下面续下来，它也是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丘陵、小山峰，是不是？这小山峰画的时候，我们昨天画的那种是什么？这种高远构图，高远构图。今天画的什么？平远构图。平远构图呢，它的山峰，哎，都是比较圆润、平缓。
哎，都是比较圆润、比较平缓的这种山峰。哎，过来，哎，小山峰，过来，它是看左右左，然后再向右去，山峰去，这个山势是这样去走啊，向上，哎，远处的山峰，哎，过来，画完以后，看构完结构轮廓，哎，皴的时候看，哎，向下去皴，也是啊，分出它的结构，分出它的轮廓，我们加皴的时候左右去加，哎，左右去加，哎，过来，你看，先是什么？我们先安排它每一组山峰的它的明暗关系，哎，先把明暗关系画出来，再安排山就是山与山之间的这种明暗关系，哎，再安排山与山之间的明暗关系，哎，我们先了解什么呀？啊，先了解它一组山的，是不是？看它一个山峰的明暗，是不是？先安排它的关系，然后画完以后，再安排它前后山峰的这个关系，哎，山峰的明暗关系，你看，这是亮的鼓起来的山峰的位置，是不是？皴的地方就是我们山与山之间这个缝隙，哎，缝隙的关系。所以说，明白了这个啊，我们在画的时候，是不是在皴的时候你就不会乱？就是说，有时候老师不知道这个皴在什么位置，是吧？哎，你看你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我再加皴加在什么位置，能把这个山的结构啊、山峰的这种层次啊，能表现出来。哎，它是有规律的，哎，它是有一定的规律啊。嗯，是不是？哎，这样就能把它的看第一层是吧？有前面一层，向后再向后，是不是明暗的一层一层的和前后关系，对不对？也就能这么体现出来。就是掌握了什么？一个是我们的技法，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方法。以后掌握了以后，不同的山峰你就用这种方法去处理，对吧？它把它山的这种立体感，它的前后关系，哎，都能表现出来。只是说形状不同，哎，只是形状不同。你看我们今天画的山峰，是不是稍微的圆润一点？哎，比如画一个高耸的这种山峰，也是啊，它皴的位置它也不会变。哎，它的明暗关系，它的这个凹凸并横的山峰的关系，也是这样去处理。哎，也是这样去处理，是不是？掌握了方法，下面就是看我们怎么去运用，哎，灵活的去运用。哎，下边续下来，还是啊，你看，哎，把它续下来，看这样就是不是很清晰的把山的这种层次关系，哎，我们就能把它表现出来。远山，看远山无村，哎，简单的勾勒个结构就可以，哎，勾个结构就可以。哎，小的勾线笔，画个小船儿，是不是？哎，画这个江南来说，是不是小船比较多？小一点，稍微淡一点的墨，哎，稍微淡一点的墨，先画个小船儿，先画上面的吧。你看啊，这个位置
你看和前面一看啊，是个大石块，如果我们加个小船，它就成了什么？对比一下，就成了个小山峰。也是靠什么？靠它那个这个点景的景物去做陪衬。来一个小船，哎，这个远处的小船啊，构的稍微简单一点。哎，调不好啊，这个墨呀，是不是？哎，稍微的让它干一点，不要太湿。先画船棚，也是先画船棚，再画船身，哎，再画船身、船板、船舷，哎，这个结构啊，哎，简单的这个结构就处理出来就可以啊。哎，小船儿，再来一个，看啊，船棚勾出来，然后船体的大致结构，上面铺船板、船舷，你看到船舱的时候，你看啊，到我们船舱的时候用淡墨，哎，把这个半圆涂一下就可以。下就是什么？撑杆，对不对？哎，稍微重一点的墨画出撑杆来，把这船固定住，把这船固定住。哎，这是远处的啊，小船儿。近景的这个房屋，哎，近景的这个房屋前面，哎，我们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啊，稍微大一点的船只。它也是，你看这是小树丛，对不对？灌木去遮挡一下，也是先画什么呀？先画它的这个船棚的位置啊。你看啊，先画船棚的位置。哎，先画一个半圆，再过来，你看这个结构画出来，再画什么？再画一船身。哎，过来，稍微的把它船头的位置让它翘起来。有的同学总是问，哎，老师，那个哪是船头，哪是船尾？船头的地方，哎，稍微翘起来一点。哎，再把船板画出来，你看，哎，铺上船板，这是船舷，哎，船舷上面这个船舱的位置，就是船棚的位置啊，你看，可以勾什么？哎，勾一些线条，代表一下什么？哎，上面这个船棚是什么？是芦苇或者芦席，哎，编着的啊。哎，这边是遮挡的，船后面啊，船尾的地方被这个树层所遮挡的地方，你过来，下面就是你看我们近景的地方，水面上是吧？小的碎石块点缀一下，哎，稍点缀一下。哎，近景的山石，你看，我们把前面勾了以后，是不是还没有皴一下的地方？哎，我们皴一下，看也是啊，侧锋，哎，侧锋去皴。它的变化，你看和我们传统的变化自然，它线条来说啊，它变化比较大，是不是？哎，它的粗细变化比较大。哎，来一点，
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你看我们画这个传统的时候，它的水面，哎，都是什么？画那个水纹儿，哎，都是画水纹儿。哎，我们画这个现在的来说，你看啊，都是什么？倒影，是不是？哎，画倒影，水面上都有倒影。淡墨啊，我画倒影的时候也是记住啊，画倒影的时候淡墨为主。哎，向下，你看，哎，侧锋啊，用我们笔的侧锋去画，淡墨为主，不要画重墨，尤其倒影的时候啊，不要重墨啊。嗯，向下过来，侧锋向下，哎，画它的倒影，水面的倒影，是不是？哎，你看啊，淡墨去画，哎，房屋的倒影，是不是？在水面上，房屋的倒影也要画出来。看，哎，这时候画完倒影的时候，你看我们在上颜色的时候，这一块儿，对吧？水面上都要上颜色的啊，都要上颜色。哎，过来，川的倒影，是不是？往后面小树丛的倒影，哎，都要表现一下啊，哎，都要表现一下。远处你看，远处的小船儿，是不是也要有倒影？哎，这是我们画这个现代的时候啊，现代山水中常用的。我们传统里边没有，对不对？传统里边没有倒影这一说，都是什么？都是勾的水纹就可以。哎，倒影画下来，远处这个小山峰是不是？哎，也有倒影。侧锋，哎，都是用侧锋啊，勾一下。哎，来一点近景的这个倒影可以长一点，是不是？哎，近景的倒影我们可以画的稍微长一点，远处的这个倒影呢稍微短一点，哎，稍微短一点。远山也可以用大墨啊，也稍微淡一点的墨，加一些小的树木，你看，哎，加一些小的树木也是啊，这是点胎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画小树，哎，到远山画小树，是不是？哎，远树无知，远山无村，也可以加一些小的树木在远山的位置上啊。画的时候，它也是我们用什么？用侧锋，就和我们画这个前面的小树丛，哎，用笔一样啊，侧过来，点出这个小树，点在什么？点在山头的地方，哎，点一点小树，哎，加一点小树下来，对吧？这是一种点胎的方法，是不是？我们常用的点胎就是圆点的、竖点、横点，哎，这几种啊。还有什么？现在的还有种破笔点，就是把笔散开，哎，用的比较凸的那种毛笔，这点这个点最好啊，这比较好的。有没有？哎，点的没有这个用的笔呀、没有尖了以后，哎，去做这个胎点去用。哎，来一点，哎，小树这个小山峰，
来一点这个小树、小胎点。哎，这是啊，哎，加的时候也是局部去加，哎，局部加点缀一点这个胎点。加胎点的时候，它也是分的什么？你看远处的山峰，哎，我们加一个什么？哎，那种横的这个点去表现这个小树，是不是？到近处的这个胎点来说，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时间的这个小草啊，或者小灌木，哎，代表这个。哎，这是墨稿的地方。哎，我们不同的啊，你看今天画这个也是用了不同的这个树丛的笔法，是吧？散锋的笔法，还有我们常用的小横点的那种树丛的方法，还有什么呀？哎，破笔那种侧锋点出的树丛的方法。哎，这3种是我们常用的啊点树丛的方法。对，也可以。哎，也可以，有的你也可以点的时候，看我们这次就是，哎，可以点在什么呀？哎，上色之前，哎，我点了胎点，这是可以的。还有的啊，就是上完颜色以后，哎，上完颜色以后，我们可以在上完颜色以后再去加胎点，也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前后都可以。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啊，现在我们点了胎点，上完颜色以后，觉得这个墨不够的地方，或者是需要醒的地方，就是需要提亮的地方，还会要加胎点的。哎，需要你们到后，就是需要我们后边调整的时候啊，我们画着色之前啊，着色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墨稿啊，对不对啊？晾干啊，要晾干。晾干以后我们再去着色，大家不要着急，每次上色之前一定要看看我们画的墨稿，对不对？不管是这个画的墨稿山石部分、树木部分，哎，一定要等它干了以后，哎，我们再去上色。不要说感觉的是干了啊，你看我们可以什么？用这个我们手啊摸一下我们上那个墨的地方，哎，感觉干透了以后，哎，我们再上色啊，因为我们在上色的之前，好多地方要这个喷湿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这个墨没有干的话，哎，打湿了以后，它的墨就会阴出来，阴出你的这个画面。所以说你再上色，它的画面就会特别脏。有的同学就是上色的时候，老师这个上的色出来了，就是特别清，就是特别亮丽，是吧？特别干净。为什么？就是墨稿干了以后，哎，我们再去上色。不要说你湿的时候啊，墨稿还湿你就上色，它就会融在一起，是不是？它就会融在一起，它就颜色呀和墨呀融在一起，它就显得画面特别脏啊。来，给大家留一个截屏时间啊，朋友们，我们统一截一下屏啊。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统一截屏了啊。抓紧时间啊！我们现在啊，统一时间我们截一下屏，然后我们就上色了。好，我给我们同学们拍墨稿发到班级群里啊，大家自己去截屏。好嘞，好了吧？对。怎么找客服？客服来，再给大家示范一下，朋友们看一下啊，咱们马上就上色了啊。来，朋友们看一下怎么找到我们的客服。点开我们的小黄车，点击这个图片的地方，它就进入了咱们的详情页，左下角进店客服，到这去点击一下，和我们的客服说话，然后就可以了啊，直接去找我们的客服就行了。素履，刚才客服跟您回话了，您看一下，对，去添加一下就可以了啊。刚才朋友们问到的问题都已经给大家回话了，大家去看一下。好嘞，大家截屏以后啊，我们开始上色的部分。哎，干了以后，你看啊，
一定要等它啊。我们上色一天一定要注意啊，一定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去上色。有的同学就问这个，如果想这个画这个不着色的，画水墨的话啊，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你看山石的部分你要加什么呀？还要加淡墨，还要在这个村的地方去加淡墨，然后什么树木的地方，是不是也要加淡墨啊？你就以墨把这个画面表现出来，就是以水墨为主把它表现出来。是表现成什么？水墨加的多一点，就是淡墨加的多一点，把那种墨的那种水墨粼粼的感觉你表现出来就可以。如果用着色的话，大家记住啊，着色的话尽量淡墨少一点，尽量淡墨少一点。如果我们画这个小青绿，是不是画浅酱？想加的时候淡墨可以加一点，画小青绿的时候，淡墨稍微加的少一点，不要加太多。加太多以后，它会什么？画面会发灰。它画面会发灰，它不透亮。所以说，你要画水墨可以加淡墨多一点，要画小青绿呀、着色的呀这一类的题材的话啊，尽量淡墨少加一点，不要加太多。你看我们画的时候啊，这个水面，对不对？你看啊，水面的部分我们要上颜色，上颜色的话啊，要打湿它去上颜色。你看刚才我们不是留给大家这个统一的时间，不是截屏了吗？对不对？你看啊，你看云的地方，云的地方，还有什么水面的地方，我们要打湿一下，打湿一下，我们上颜色，因为这个水面是不是要染颜色的地方，打湿一下，稍湿一下啊，稍湿一下。还有呢，云的地方也要打湿一下。打湿以后啊，看，打湿以后，打湿的时候湿的水分啊，我们不要去染色。水面的地方啊，稍微晾一下，等它半干的时候，我们再去上颜色。还有我们云的地方也是啊，等它半干的时候我们上颜色。我们先上什么？先上山石部分，还有树的部分，我们先上这一部分的颜色。赭石，看啊，赭石先调个赭石，藤黄，稍加点藤黄。上来的藤黄，赭石藤黄，加一点什么？你看啊，再加一点点的淡墨，上来一点淡墨。我们加颜色里边啊，还要注意的一点，我们颜色里边如果加淡墨的话，一定让它充分的和颜色融合在一起。不要着急去上色，要多调和一下，把这个淡墨和我们的颜色让它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再去上色。不要说你调完颜色以后，你直接加一点淡墨你就去上色，对吧？它那墨和颜色它融不在一起，你看，所以说要稍微的多调一下啊，让淡墨和这个颜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再去上色。树干的地方，你看啊，复勾一下，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单钩的嘛，对不对？树干是单钩的地方，稍微复勾一下，沿着我们的钩的树干，复勾一下。台阶儿，你看啊，台阶的地方也是啊，用赭石去复勾，去复勾一下。房屋的建筑，你看窗户的地方，
哎，还有结构线，不要平涂啊，我们删墙的地方不要平涂。哎，复勾，用赭石去复勾它。哎，用赭石去复勾。哎，复勾一下。栏杆的地方，你看，哎，也去复勾。这点景的地方，哎，复勾完了以后，山石的地方，你看，这是你看我上的这是位置啊，来看一下，是山石的村的地方，是不是？哎，你看山石村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这是第一步。哎，我们小轻略的着色方法，哎，这是第一步，稍加一点，哎，少来一点，你看，哎，来一点，哎，先把赭石上出来，就是说我们打底的地方，赭石，看这个位置啊，大家记住它这个赭石上的位置，大家记住，哎，上在村的地方。是不是？哎，我们村的地方就是山石，也是山石，就是凹进去的地方，是不是？哎，就是凹进去的地方。你看，加在这儿，也加在这个地方。这是打底色的地方啊。远山，看，我们常讲什么？这个随类赋彩，哎，随着我们墨的变化，颜色也要有深浅的变化，是不是？前面的墨重，我们颜色可以深一点，到后面，哎，墨变淡了，远山是不是？远山的墨相对来说啊比较淡的话，哎，我们后面的颜色也要变浅，哎，把它调的浅一点，哎，把它调的浅一点，你看是不是？哎，把它调的浅一点。哎，常讲什么上色，一个是，对吧？随类赋彩，哎，色不挨墨，墨不挨色，这是常讲的啊，这是常讲的。就是说颜色，对吧？它是辅助我们水墨这个，为了辅助我们水墨的效果，它不是主要的一个体现方法，对吧？哎，这只是说水墨淡彩，它颜色只是起个辅助作用，不要作为它主要的去体现，还是要把那个我们的墨稿体现出来，是不是？哎，要把我们墨稿体现出来，它的墨的浓淡干湿，对不对？你也要把它表现出来。山美对，山石没有喷水，只把看只把什么云的地方，哎，云的地方还有我们水面的地方，我喷了水啊，因为这要大面的上色，对不对？哎，这地方喷了水，山石、树木，对吧？都没有喷水啊。这石上完以后，再调个颜色啊，调个浅绿色，哎，这用花青、藤黄，哎，两个颜色。你看我们这个着色的时候，颜色用的是不是比较少，对吧？你看今天用的颜色还是啊，赭石、藤黄、花青、三绿、三青，还是这5种颜色，哎，还是这5种颜色。对，喷的是清水，对不对？我们喷的清水啊，就打湿一下就可以，打湿一下就可以。哎，用的生宣啊，我们这个课里边就是不管前面的小品还是后面的3尺、4尺的啊，还有斗方，都是生宣啊。前面小的作品是生宣卡纸，我们现在画的都是什么？都是4尺生宣，
然后3尺生宣，都是以生宣啊，生宣为主。山的颜色，你看我们第一遍用的赭石啊，现在我们上第2遍的颜色是什么？是花青加藤黄调的一个浅绿色，哎，调了个浅绿色，哎，加在山石留白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开始上赭石的时候，哎，我留白的地方，我现在上这个绿色，哎，上这个绿色，看对不对？山留白的地方来一点，哎，来点绿色，再调一点花青，让它稍微的啊，今天上的颜色让它稍微的暗一点，是不是？你稍微的暗一点。这个底色啊，我们上色的时候，如果上这个小青绿的颜色，它这个底色比较重要，是不是？你看，你要根据画面的不同去调整底色的不同。比如说，我们想画这个春天这个景致的话，是不是？哎，你调这个浅绿色可以润一点，就黄的多一点。如果表现，你看我们现在画的什么夏天的这种景致，哎，夏天的雨后这个江南的那种景致的时候，你调的这个绿啊，可以稍微深一点，对不对？可以调的稍微深一点。然后呢，赭石，你看啊，赭石的地方让它就是裸露的稍微少一点，就是可以赭石可以露的少一点啊。过来，远山，你看啊，对不对？我们边上色，我们每次上色之前都讲啊，哎，上色的时候边上色边加清水，哎，边上色边加清水。明暗面，你看我们上色的时候，你画木偶的时候已经把那个山石的明暗面已经体现出来了，对不对？你看，对不对？留白的地方就是山石的亮面，村的地方就是山石的暗面，对不对？已经在墨稿上已经呈现出来，哎，可以呈现出来了。然后我们上色的时候，根据它的明暗结构去上色，暗的地方赭石，亮的地方浅绿，哎，浅绿。看远山加清水，是不是颜色里边加了清水以后，你看啊，它的颜色是不是变淡了？哎哎，我们就上远山，是不是调的时候颜色也是啊，随用随调，就是一边上色一边去调，是不是？我们随时能控制颜色的深浅变化，哎，随时能调整颜色的深浅变化。染完浅绿色以后，是不是下面什么调花青啊？花青调个墨青色，对，藤黄加花青。第一遍，哎，赭石加藤黄加淡墨。第2遍，我们上的这个亮面上的什么？就是藤黄加花青啊。现在调的墨青色，花青加淡墨，是不是？你看颜色是不是比较这个用的比较少啊？用的比较少。画国画来说，不是说我们画这个别的这个像西画然后油画之类的，它用色彩用的比较多。哎，我们画国画来说，用的颜色比较少，相对来说比较少。还是用什么？还是主要以水墨体现啊，水墨体现。你看，调个墨青色，调个墨青色，你看啊，染什么？我们点树叶的地方，
点数的地方。现在画的是我们现在用的是4尺整张的啊，4尺整张生宣。哎，你看点的时候是不是？你看稍微少份也是啊，稍微大一点，稍微大一点，不要太干。上色的时候啊，注意不要太干。哎，看上的时候也是啊，笔尖去调颜色和我们调墨用笔是一样的。哎，笔尖去调色，哎，笔尖调色。你看我侧锋去上色的时候，你看我就比啊，来看一下我用笔的这种方法。你看，哎，笔尖颜色重，是不是？哎，笔尖颜色重，然后笔肚的地方颜色就浅，它很自然的产生一个颜色的深浅变化，是不是？你看，哎，很自然的产生一种颜色的深浅变化，一笔中就能产生，和我们的画墨稿一样，是不是？也是啊，常用的一笔墨，就是它这一笔中墨的浓淡干湿变化都有。下边这个靠近水面的这个青条石，哎，也用这个墨青色去染。你看，也用墨青色去染一下。哎，靠近水面的地方，常年累月的被这个，对吧？被这个河水去侵蚀，它也发一点这个青色。哎，它也发一点青色。哎，后面的小树丛，花青调的这个墨青色，花青加淡墨调的墨青色。哎，染一下。哎，来一点。远山，远处这个树丛啊，哎，侧锋点出来，也有它颜色，看颜色也有深浅的变化，对不对？也有深浅的变化。再深一点，染一下远山，你看，染一下远山。一笔画出来，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啊调清水，笔的我们上色笔是啊，加了清水以后，笔尖去调颜色，很自然的产生。你看颜色上边深，下边浅，这种颜色变化很自然的产生啊，产生这种哎过度的颜色深浅，很自然的过度变化。然后云的地方，哎，下边啊染云的地方，根据它的山势的不同，我们去画云的不同的形状。哎，这种云，看它这种云都是那种平层云，就是说，哎，比较平缓的那种云。它不是像我们画这个山峰，对吧？高耸的山峰，它的云来说变化比较多，哎，大的云团，小的云团。哎，像这种南方的这种雨后这种，它就是一种哎平层云，哎，比较平缓，哎，比较平缓的云层。过来，水面的地方，你看啊，染水面3个颜色，
藤黄、花青，先调藤黄和花青，调个浅绿色。哎，调个浅绿色，再来一点。调好以后，两个颜色啊，调好以后，这个云也是啊，还是用花青加的藤黄，不是加的这个淡墨啊，花青加的淡墨，调的这个墨青色去染云。染水面的地方，你看啊，下面我们讲水面怎样去染。藤黄加花青，调好以后，里边稍加一点三绿，哎，少来一点三绿。哎，这是染水面的地方啊，让它三个颜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调一下。哎，水面的地方，有近景的地方，向近景的水面开始染啊。因为现在颜色相对来说啊比较重的颜色的时候，哎，我们由近处的水面向远处去染。哎，来一点，你看，这样去染。你看打湿了以后，对不对？打湿了以后，我们去染水面的时候，是不是它的颜色过渡的，哎，很方便也很自然，比较好晕染开啊？你看，哎，比较好晕染开，向后，对不对？到后面的水面颜色变浅，加清水，是不是？哎，边上颜色啊，边加清水，到后面，哎，远处的水面浅浅淡淡的一点颜色就可以。哎，浅浅的颜色上一点，哎，它的颜色看是不是？哎，近景的水面颜色稍深一点，加了清水以后，随着颜色变淡，我们就染后面的水面，对不对？有深浅的变化。它水面的颜色也有虽然是一样的颜色，它也有深浅的变化啊。哎，深浅的变化。花青，哎，再调一个颜色啊，花青、藤黄，哎，还是两个颜色，哎，花青、藤黄，调个浅绿色，染一下前面加叶的地方，你看啊，加的地方也是啊，加的地方要上那个点色的话，上颜色的话，也是先打个底色，打完底色以后，我们再上什么？上个这个头绿可以，是不是？哎，头青也这个头绿也可以，二绿也可以啊。这是我们上色的地方，要打底色。哎，加这个地方，哎，画个绿色，加一点颜色，把进出的水面，你看啊，我们右边水面的时候啊，颜色稍微的深一点，它因为是比较靠前的一个水面，哎，让它颜色稍微深一点，哎，稍微深一点，哎，来一点。这个颜色上的时候，你看啊，靠近山石的地方，哎，靠近山石的地方，它的颜色呢，哎，稍微让它深一点。你看，这是这个到中间的水面，颜色让它浅一点，颜色这是深浅的变化啊，哎，深浅变化。靠近山石的地方，颜色稍微深一点。你看到中间的水面，是不是？哎，中间的水面的时候，让它颜色让它稍微的浅一点。
稍微浅一点，你看，靠近房屋的地方，颜色让它深一点。哎，这颜色的变化啊，颜色深浅变化。可以用水痕纸，就水痕纸，它就是说是这个指的它这个属性来说，你打湿了以后，是不是？你打湿了以后，你再去染颜色的，它不会出现那种水分啊。这颜色打湿了以后，它就和我们这个分染一样，它的颜色过渡很自然，它不会产生那种水痕。对，喷水了啊！我们水面的地方，还有我们染匀的地方，都是打湿了以后啊，我们去上的颜色。你看房顶的地方花青，对不对？哎，房顶的地方花青也是啊，加一点淡墨。哎，花青稍加一点淡墨，来去染房顶的地方。来一点。还有上色的时候注意什么？哎，注意它颜色呀，不要一下上这个太重啊，稍微的淡一点。哎，稍微淡一点，我们可以做什么后期的调整？比如说你上完颜色以后，感觉颜色有点浅，我们可以再去加，对不对？但是你要是一下子上的太重，哎，你就没法调整。哎，只能说你再去提一下墨线，是不是？就不如我们开始上色的时候，哎，先让淡淡的一点点上，对不对？先上浅颜色，不够了我们再上重颜色，是不是？一遍一遍的加，这样比较好啊。哎，这底色上完以后，我们第二遍的颜色，你看啊，这底色完成以后，第二遍三绿，是不是？哎，用到三绿啊。哎，三绿来一点，来一点三绿。你看啊，三绿上在什么位置？来看一下啊。哎，三绿调一点，看三绿的位置啊，上在我们这个浅绿的位置啊，我们底色上是不是？哎，底色上有浅绿的地方，看啊，浅绿地方来一点。哎，上的时候大家注意什么？你看上的时候啊，哎，有几个结构线的地方，就轮廓线，看，哎，有轮廓的地方向下去晕染它的颜色。大家记住啊，看我用笔的这种方法，你看啊，这是原来就是说这个大家同学不注意的地方，对不对？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你看啊，上色的时候沿着我们结构线有石头顶部，哎，石头顶部向下去染，你看是不是？大家注意我用笔的这种方法啊，哎，向下去染。它产生的这种颜色变化，你看啊，大家注意一下，它颜色变化，哎，顶部颜色稍微重一点，是不是？然后它向下和赭石过渡的时候，它很自然的颜色是浅浅的过渡过来，哎，浅浅的过渡过来，它不是一下整个山石是一个重的颜色，它是颜色有个深浅的，由深到浅的一个变化。你用平涂的方法来说，你产生不了这种颜色的变化啊，产生不了这个颜色变化。你看啊，
用我这种上色的方法，它会很自然的产生深浅的变化。看，过来，是不是？哎，很自然的，看，山石顶部颜色稍重，对不对？稍重，然后越向下，越和赭石去重叠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会变淡。哎，它就很自然的一笔中产生颜色的深浅变化，对不对？哎，它就一笔中产生颜色的深浅变化。到后面你看啊，到后面以后，远山，哎，我们颜色是不是越加清水，边上颜色边加清水，颜色就会哎变淡，是不是？它这个小青龙来说啊，小青龙来说，它要呈现它的，你看现在我们呈现的颜色鲜亮明快、厚重，对吧？它必须要有底色。在我们开始学画的时候，不管是从传统还是到现代来说啊，它都有一个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先打底色，打完底色以后，在后面再上三绿三青，对吧？必须要有底色。你要单纯的你说用浅绿去上，它的颜色来说比较单薄，比较飘，就是一看这个颜色特别，就是说，不稳重，也不明快。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打底色啊？为什么打底色？大家可以做个试验，对不对？你可以做个试验，就是说我上颜色，你就用这个浅绿色，你去上一个颜色试试，你就感觉一下。然后上完这个浅绿色，上赭石上浅绿色，哎，你就不上这个三绿三青，你试试一下，颜色你就感觉出来，它的颜色不同，是不是？同样的一幅作品，哎，你可以用两个颜色你去比较一下，你就感觉出颜色不同的地方呈现的效果。哎，来一点，你看到远处的时候，是不是颜色要变淡？哎，变浅，哎，变淡变浅。再来一点，再来点墨青色，画个远山。你看啊，哎，再来个远山上去。哎，过来，哎，远山。下面就是什么呀？倒影的地方，对吧？我们水面上了这个绿色以后，是不是上完绿色以后，它倒影的地方，我们不是用淡墨上来，先那个用墨稿画了倒影以后啊，再用什么呀？再用这个花青调这个墨青色，哎，去画一下倒影。花青，你看啊，花青加淡墨，再来一点。哎，再来一点，你看啊，这个颜色，来一点，这个颜色我们稍微调的可以深一点，对不对？这花青的颜色啊，有墨青的颜色可以调的稍微深一点。对，我们远山也是啊，你看啊，我们主要的颜色，哎，树叶的地方，远山，对不对？哎，都是以墨青为主，就是说花青加淡墨，哎为主。然后山的地方，这个山的顶部，山石的顶部都是以三绿、三青为主。暗部呢，赭石，倒影也是，对不对？你看啊，我们画这个山石的倒影，对，山的倒影，你看啊，在我们画了墨稿，他说先画墨稿的倒影，对不对？我们画这个上色之前，
末稿倒影在这个位置，同样的啊，同样的位置，用这个墨青色染一下，你看是不是？哎，用墨青色染一下，来一点，看，哎，稍加一点这个颜色。倒影的地方，船的倒影、房屋的倒影，还有我们山的倒影，哎，都要用墨青色画一下。来一点，哎，远处的这个坡岸，哎，画一点倒影。哎，一定要注意它颜色的深浅变化。就是说，你看，是不是对比一下前面的我们墨稿，是不是稍微的墨稿重，所以说我们颜色就稍微深一点，是不是稍微深一点？你看到后面越向后，它的墨越淡，我们颜色呢相对来说，哎，也就越来越浅，对吧？大家一定要注意上色的这个深浅变化，要随着墨的这个浓淡去变化啊。不要说前面后边是一样的颜色，它没有深浅变化，对不对？就感觉它的颜色上出来比较平。哎，云的地方，哎，稍加一点，是不是？哎，我们第一遍的染云的时候，颜色稍微淡一点，是吧？淡淡的上，浅浅的、轻轻的去染。常讲画云的这种笔法，是不是？用笔呢，染云的时候，用笔要轻，颜色要淡。哎，这是染云的这个主要的两个点啊，主要的两个点。用笔要轻，颜色要淡。哎，稍微加一点，是不是？哎，所以说染云的时候，不要说我们开始染云的时候，哎，一下说上特别深的颜色，对吧？不要上太深的颜色，哎，要浅浅的上，上了以后我们再什么？也可以随时去调整，随时去调整。船是赭石颜色啊，我们船是赭石颜色，你看是不是？前面上了淡淡的上了点以后，我们第二遍去加的时候，是不是？哎，你随时可以加一下颜色，做个颜色的调整，然后它的云就会有什么？哎，有深浅的变化，云也有深浅的变化，是不是？哎，云也有深浅的变化，你看，对不对？哎，中间这个白的地方，淡淡的一点云，靠近山的地方，云稍微重一点，哎，稍微重一点，你看，哎，它是云的这种变化，哎，云的变化，它也是我们画云的时候，也要根据我们画面的需要，哎，去呈现不同的云的变化，哎，不同的云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这个画这个平远构图，就是说小山峰，哎，丘陵的这种山的时候，江南水乡的时候，它的云层来说啊，就是比较平缓，哎，比较平缓，它不会有什么像我们画这个黄山云海啊，或者画这个北方的那种这个高原构图或深岩构图，它的云层就有那种滚动，哎，滚动流动的那种动态，哎，你看到南方来说啊，对吧？它的云和山峰要协调，我们山峰以平缓为主，它的云呢，你看也是以平缓为主，哎，也是以平缓为主，一定要和我们的山呢，哎，结合在一起，比较和谐的，是不是？
哎，看山的地方是云的地方，对不对？你看云山，哎，山是缓和的，看云也是比较平缓的。哎，不同的构图，哎，我们用不同的云去呈现啊。不要说我画这个都用一种云的表现方法，对不对？因为云也是根据我们不同的构图，哎，呈现云的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动态。哎，树的地方来一点。哎，因为我们画的这个景啊，是不是下过雨以后江南水乡的那种景致？哎，一定要把这个颜色，是不是？哎，不要特别干去上啊，一定要水分大一点去上，大一点去上。你看上完以后啊，三类完成以后，下边就是三清的部分。哎，来一点三清，你看啊，稍调一点三清。它的颜色也是上在什么呀？对不对？它也是上在山石的这种顶部位置，它也是上在山石的顶部位置。而且它这个面积来说啊，我们上这个三清的颜色，它的面积一定要什么？要比三绿的颜色要少一点，对吧？要小一点。你看啊，也是上在什么山石的这种顶部位置，哎，顶部位置。哎，来一点，不要太多，是不是？它主要还是体现什么？还是体现以三绿为主的，是不是？还是以三绿为主的颜色。三清在顶部加一点，少来一点。看，是不是？哎，在山峰的顶部，山石的顶部，哎，稍加一点就可以。它的比例来说啊，它的比例我们常讲什么？它一层一层相加的时候，它的比例颜色的面积要小一点，哎，要小一点。你看，要小一点。整体上三绿为主，对不对？哎，整体上还是三绿为主。哎，远山，你看，这时候我们赭石的面积是不是？哎，让它一点一点的变少，但是也要有赭石的颜色透出来。哎，透出来，它为了什么？为了调节我们的画面，是不是？哎，赭石为什么要留赭石？就为了留出来一点。你看，它的三绿三清都是一种冷色调，对不对？稍微的留一点赭石的颜色，去，哎呦，下来，去平衡颜色啊，去平衡我们画面的颜色。哎，平衡画面的颜色，稍来一点。嗯，哎，可以让它和赭石，对吧？它过渡的稍微多一点就可以。哎，这是啊，我们颜色上完以后，是不是？给上完以后，它的颜色稍微的平，我们感觉上稍微是深一点，哎，稍微要深一点，因为它颜色有些生鲜啊，我们生鲜上完以后，它的颜色会变浅啊，它会变浅，所以说上的时候可以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干了以后，觉得颜色不够，哎，我们再去做后期的调整，就是说颜色干了以后，觉得不够的地方，哎，我们再去加一点，是不是？
可以加一点，不要说我们开始上色一下上的时候颜色上的太重，在后边你想调整的时候调整不过来，哎，调整不过来，看上来一点赭石，你看船的地方，我们前面画了，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它里边都有这个船，都有小船，各种小船，比如江上的，小河上面的。还有什么？还有我们这个湖面上的小船，都是以赭石啊，都是上赭石。船棚的地方，船身的地方，是不是？哎，都是以赭石为主啊，都是以赭石为主。上来一点，哎，你看都是赭石为主。哎，这个颜色啊，也是不能说趁湿上，有时候你看上完以后，它就印出来了啊，印出它的这个结构。所以有时候我都是等它干了以后去上颜色。你看，它的画面太湿，它的上完以后，它就印出它这个结构线，印出结构线。所以说我们上色的时候要注意啊，我们船的地方，它干了以后，我们再去上颜色。房子地方，对不对？你看啊，就是我们南方的灰瓦白墙，这个墙要留出来，是不是？要留出来。房顶的地方，你看啊，房顶地方可以稍微加一点颜色，加也是啊，加这个墨青色，就是花青调的淡墨啊，加这个颜色，稍加一点，稍加一点，好嘞，基本上，基本上就是这个颜色啊。